好的，大家晚上安，晚上好，这里是小雪。那么呢，今天是我们小豆巴斯 Water Beyond 的官方声放送。那我们在卡包出的前一周，基本上就会进行官方的声放送，就是官方直播。对，日本那边会进行官方直播，并且释出一些我们下一弹会出的新卡片。那我们下一弹的这个封面就是长这样，左边是我们的奥丁，那右边是风神格尼姆尼尔。那这两个角色呢，就是左边的奥丁他是走一个下场后可以给一个从者消失，然后可以及时打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右边的风神呢，是比较算是绑进化体系，你有进化到一定的次数，那就会有一些特别的能力。那记得以前第一弹风神蛮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可以有足够的进化次数就可以一直刷，可以刷场也可以刷脸，对，所以之前有一弹我们就是都拿这个来斩杀。那这一次呢的第二弹的名称叫做无限进化。那目前就带大家看一下目前已经释出的卡片。首先是皇家护卫的红卡晋级的噬面者吉路塔利亚，他是644的体质，入场曲写作20时，这张卡片超进化。当自己的其他从者卡进入战场时，给予敌方战场上的全部从者卡1点伤害。当这张卡片进化时，会召唤2张铁甲骑士到自己的战场上，使其获得途径。那么呢，首先是很多人会觉得这张卡看不懂的地方是协作20。那协作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只要用任何方式上到我们的战场上，都会算的从者都算是一个协作。那例如说，我这边举例，我们1费假如迅捷剑士，它就算1协作。那2费你拍了卢米纳斯枪士，你会叫卢米纳斯枪士，跟卢米纳斯枪士会叫1只骑士，这样就算3协作了。对，就是这样子，慢慢你拍几张卡，就是你拍的卡片叫的所有从者都算是一个协作。那我刚刚其实有大概算过，到卢米纳斯那边，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累积到10协作左右。所以其实协作20对皇家来讲，并不是到那么难。那在现在环境偏慢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这张卡的加入是一个蛮好的状态，因为其实我们现在6费艾米莉亚，除非你真的是缺牌要找牌，不然你其实不太会想准时下。最好的艾米莉亚康波还是在8turn的时候用艾米莉亚加上我们的卢米纳斯法师去做一个超进化的一个打法，会是相对好的。那这张牌的加入其实是补偿了我们6turn的节奏。对，那因为它有其他从者加入战场，就会给战场的所有从者卡1点。那等于说，我们这一张卡片如果是准时拍，让它进化时，会有2个铁甲骑士。那2个铁甲骑士，你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全体扫2，并且有途径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它可以很多不好解的场，就是都可以把它解掉。对，那它本身就是进化。如果说对方就是没有解掉，那其实也会变得蛮不舒服的。对，所以我觉得皇家这张卡其实还不错，给的评分还不错。然后再来是巫师的卡片，855的红卡，暴食的噬面者拉拉安瑟姆。那它本身有光纹，谢幕曲土之秘术2会召唤1只暴食的噬面者拉拉安瑟姆到自己的战场上。那超进化时可以指定2张敌方战场上的从者将其破坏，所以对巫师来讲是一个蛮强的解卡。但再来是光纹这个东西，其实你就只能去撞它。那对于一些职业，就是像例如说巫师自己在内战的时候，如果你是要拿法术点是点不掉的。那包含就是说，如果复仇者的655，对，是维亚，它也是点不掉。就是有光纹其实算是个蛮麻烦的东西，但你要说它不好解吗？我觉得是不至于到很难解，就比较偏向一个8费大型的解场。那你8费会不会有办法压制超进化？会不会想压制超进化？就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土法会比较还是缺斩杀牌。我觉得土法现在还是缺斩杀牌。那他有给你一个不错的算铺场嘛？我觉得8费如果只有1只5，还是有点偏普通。我个人是觉得偏普通，但是拿来解牌很强。解牌很强，但是战场能力在8turn来讲有点偏弱的一张牌。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对，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下一张龙族。龙族这一次也是我们的那个主战者，所以他这一次有意图。那迎宾龙少女菲林222的红卡入场时，如果决心已发动，会增加一张迎宾吐息到自己的手牌中。那迎宾吐息是跟一代一样的卡面。那进化时会给予敌方全场从者1点伤害。简单说，他的菲林其实我觉得是补足了跳飞龙前期蛮需要的解场。因为龙族前期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解场，那菲林拍下去等于说你可以进化时给全场1点伤害，然后再来如果你有遇到一些特别大只的怪，你可以用迎宾吐息去解掉。因为迎宾吐息它有2个模式，一个模式呢是破坏敌方战场上所有已受到伤害的从者，或者是到敌方回合结束为止，可以让他的手牌全部卡片消费+1。那这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去做一个3跳，对，然后等一下就是3费准时跳，然后变5turn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在第4回合直接去做到菲林加迎宾吐息。那今天这种状况，其实你对到妖精还是对到皇家都是一个蛮不错的解卡，就是你可以去把他们几乎全部解完。所以虽然有些人说他们觉得菲林没有很强，但我老实讲，以解牌方面去考量的话，菲林在前期其实是张蛮好用的解场牌，刚好也是龙族欠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个人给的评价还不错高。然后再来是看一下夜魔的新卡片，对，夜魔终于有稍微的补强了。对，那这一次的红卡是双获夜行银雪 and 喜悦。那银雪跟喜悦是我们以前1代出过的主战，也是当时蛮人气的角色。那这是一个959的体质，入场去指定个模式并发动该能力。第一个是召唤4张一尾狐到自己的战场上，第二个是随机破坏敌方4张从者卡，回复自己的主战4点生命值。那这张卡如果说你今天首先它不耗进化点，我觉得很强的一点是它不耗进化点。然后59体质其实非常的难解，59体质其实是个蛮不好解，除非你有必杀，不然你基本上蛮难解掉。再来是有人跟我说这张卡他觉得不强，但我觉得其实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弱。对，首先是就是一尾狐它本身就是有途径有守护，然后又是2-3体质，然后体质其实是蛮不错的。那再来是谢末曲的时候可以让这个我们的银雪跟西月+1+0，所以其实你适时的撞，或者是对方要解你卡的时候呢，除非你有办法就是想办法把银雪跟细月解掉，不然它四只一尾狐全部撞掉，它就是会变成一个99体质的大怪。那如果你今天就是没有架盾，还是完全解不了，那其实对于其他人来讲是相对痛苦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他今天开了模式也是能去破坏敌方4张从者卡，去回自己的主战者生命值4血。那我觉得他算是有模式这个东西，让他可以进可攻退可守，算是一个非常方便。就是你觉得这里你今天架盾会赢，你就可以开4张一尾狐的功能。那如果你觉得说对面的场已经强压到你一定得解，那你可以就是直接做破坏跟奶血，那你可以再苟一turn，而且它不消耗任何进化点，所以我觉得以9费这样子的体质跟这样的能力，其实算是蛮强的。那再来是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刚好就是狗妹没上手，你就很尴尬。然后甚至说你细月如果到大后期，我们真的要拖到10几turn的时候，如果你想拿来保美杜莎，我觉得会相对的好保。就可能你细月银雪没解掉，你就丢个什么东西，可能就斩了。所以我觉得这套有点偏向，就是同时具备斩杀，同时具备一个撑场，对战场，那也同时具备一个蛮大的那个解场能力的一张牌。唯一缺点就是费用真的蛮贵，你会希望它不要太前期上手。其他来讲，我觉得都是偏优点。再是看主教，埃及的圣骑士维尔伯特，维尔伯特也是我们1代非常人气的一只男角，对我们称之为守护盾皇。646的体质，那它是守护。谢幕曲会召唤2张圣骑兵到自己的战场上，那进化时会使自己获得文章。埃及的圣骑士维尔伯特，文章是有守护的从者进入战场会使其+1+2。那他谢幕曲召唤的2张圣骑兵就会+1+2，那它就会变成一个24体质。那我觉得24体质对任何职业来讲都不是到很好解的一个东西。那目前能想到能直接解的应该就皇家的狗。
或者是说你比较大后期啊，有一些东西。那至于守护盾教会不会强，还是要看它有没有补一些进化的卡进来。因为目前1弹的守护卡其实真的有点太少。再是就是维尔伯特，它可以跳下来的时间是6 turn，那你前期的就是长压就要看一下你前期就是能不能撑。但目前看起来其实还行，因为你有沙雷叶，那你5 turn 有沙雷叶，那前期你其实就是去丢个护符啊，丢个慢牛之类的，其实也我觉得也不到太差，就是主要是拿来找牌之类的。对，然后再是就是之前有说我们守护教其实是有斩杀牌的，是那张兔子。对，有一个兔子叫莎莱莎。对，那张就是你只要守护从者死了，它就可以一直加。那现在兔子强不强？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我们有那个天宫可以直接隔着盾去把它破坏掉。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隔着盾去破坏了，压了天宫了，其实某方面来讲，对我们的那个战场的能力反而会有稍微比较弱的状况。所以其实实际上怎样还是要看。等正式上线后，就是有没有补偿一些小东西。那再来是中立，中立是刚刚说的，我们这一次的就是看板角色是奥丁，命运的黄昏奥丁，然后是中立职业742体质。入场局会指定一张敌方战场上的卡片，使其消失，再由击吃。那这张卡片呢，最主要气费其实有点偏大，那4的体质其实也算是一个蛮好解，但是又打不了多少伤害吗？那以现在如果盾教能够起飞的前提，其实我们会比较偏向拿它去消失一些有谢幕区的东西，像例如说勒比斯啊之类的。那实际上会放多少，就是其实是看状况，应该是不会用到太多。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就它放进快攻体系可能有一点点用，但是有用但不多。那消失七费才能有一个消失，你会不会用到这张也不好说。因为如果例如说好，我们皇家七费来看好了，你有一只杰诺啊，2个小兵，那确实这边消失还不错，但你4-2能不能走到头不好说。那如果有冠军康波的话，那你今天拿一个消失，其实完全没有什么用。就我觉得奥丁有没有用，真的要看说你对面是什么职业，然后什么情况下去用它。那它去消一些有谢幕区功能的东西是不错，但重点是它没有击奏，就是本体就是要下7费。那本体7费来讲，其实你7费以大部分职业来讲都已经是斩杀将近斩杀期限的时候了。所以你不一定会有办法拍得下去，也不一定能走得到头。这点我觉得是比较有点偏难说的。好，那目前大概就是对卡片的评价大概就是到这边。那之后呢，官方会陆陆续续的会在这几天去陆续的去公布其他的卡片，可能是那个金卡跟其他的红卡。那之后有出其他卡片的时候，也会就是去帮大家做一下解析跟介绍。那大家到时候看到影片的时候呢，就是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感谢大家。